姑娘应该知道我是未来的驸马爷了吧？啊，李世民是我的弟弟，虽然他不见得能攀上什么皇亲国戚，但是我总不能让你这样的人坏了我们李家的门风。你说什么？我坏了你们李家的门风？李建成，你把话跟我说清楚，我身份哪点配不上你们李家呀？你说呀！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，你也不是第一个想要攀上枝头当凤凰的野麻雀了。哼，世民呢，总是喜欢利用你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开心，可是你们每一次都当真呢，都真的以为世民会抛下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娶你们回家当媳妇儿。你以为我参加李世民是为了嫁给他呀？难道不是吗？这桌上有500两银子，你给我立刻拿走，离开京城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哦，原来你们李家的血统只值这500两银子啊！李建成，我告诉你，你把这银子拿回去，我水粉嫁定了李世民。我就是要给你们李家的血统里掺点糖葫芦的颜色。住口！姑娘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是吗？我倒是真有兴趣瞧瞧，大公子能对我怎么样？废话少说，把银子拿着，立刻离开京城。对不起了，大公子，我只是一个小丫头，要走要留，和我们家主子商量去。你，哼！气急败坏哦！大公子，魏征，你去把那个水粉给我赶走。啊？出什么事情了？你别问为什么，把他赶走就是了。到时候我再给你府上送3个丫头。大公子，我这个破屋子1个丫头已经足够了。我就是想知道水粉在哪个方面得罪大公子了。是啊，大表哥，水粉姑娘还年轻，一个卖糖葫芦的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要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我只想你们告诉我，同不同意赶他走。大公子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何必跟一个下人计较呢？嘿。魏征，你是存心想和我计较是吗？大公子，这下人也是人嘛，至少我得知道他犯了什么罪，我才能够决定要不要辞他。是啊，这官府又是说理的地方，总不能上堂就打板子吧？好，你们既然这么护着他，告辞。哎，大表哥，你不对劲儿啊！为什么不对劲儿？你本来不想收留水粉的，现在怎么这么好心收留他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他这么逼我，连门都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冲着你这句话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跟着你一辈子。一辈子啊？就一辈子啊！啊？水粉。水粉啊，你可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呢。这魏先生为了你啊，都不惜跟大表哥翻脸呢。魏先生啊，你的这份情，水粉会记在心里的。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走啊！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手没事。哥，你赶快去通知李渊，叫他做好防备。李渊？皇上调动3路大军的事，李家知道吗？进宫封锁，一个人也出不去。李渊一家还蒙在鼓里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要赶快把消息传出宫外，要不然李家就完了。难呐，连宇文化及都出不了宫，别人谁还能出得了宫呢？哎呀，哥，你赶快想想办法，我一定要去通知李世民。李世民？蓉儿，你喜欢上他了？好，哥一定想办法让你出宫。
走了走了，明儿早点过来啊。喂，龙儿呢？龙儿一天都没见到了。什么？那马车是谁的？哦，那个是宋家的车，宫中每天都有辆这样的车出入的。拦住那辆车！拦住他！放箭！来，我们再喝。文静兄弟，我都陪你喝了1天1夜了，气也该消了吧？啊？我不是什么气不过，我是感慨，感慨我为什么碰不到伯乐。我本以为你爹会出来追我，大公子会出来追我，哼！可是没有想到，出来追我的人竟是二公子你。来，你把我当成是我爹和我大哥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不一样。文静这身本事，不能白白糟蹋。我知道你的本事比天还大呢。哦，你听谁讲的？魏征。魏征？哼，他能讲我什么好话？他说他的本事呢是补助君王，而您的本事是改朝换代。他说他技不如你。他真这样讲？嗯。他还说李家可以失去10员大将，但就不能少了一个刘文静。这小子，那魏征说的话呢，我是听不太懂的，但是这句话我可听懂了。哎呀，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追出了一个大汉江山。今日历史又要重演了。不，刘先生您是文人，不是韩信。啊，我倒想起了另外一个典故。刘备3顾茅庐的故事。说得好。不过比喻的不是很恰当。哦，我不是孔明，二公子也不是刘备，何况刘备平安西蜀，没什么大出息。二公子你的伟业，将来一定超过刘备。我？刘先生，你不要喝醉酒就说瞎话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皇帝，我只想踢好球。二公子，国家如球场，玉玺如球，你二公子何不好好把握时机？况且你能出来追我，这就注定了你我天命。好，喝吧。来。龙儿，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二公子，龙儿，公主她失踪了。皇上把3路大军秘密调回东都了。我，龙儿。让开！
将军，血迹是通到里面的。你先走。好。那边送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将军看血印，追！站住！自己割的。官爷，我是不小心碰伤的。哎，怎么了，官爷？继续送。二公子，阿福，二公子，龙儿，没事，大夫马上就来。二公子，你别管我，你快去通知伯公大人，去啊！好，我这就去。龙儿，我们李家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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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爹他生病了。哈，他喝醉了。喝醉了？六部尚书摆宴，他一个人哪经得起这么多人的轮番敬酒啊？他这一喝就喝成这样了。爹，爹你醒醒啊，爹，爹！别吵他了，他这一醉呀，不到明天是醒不来的。我的天哪！娘，大哥呢？大哥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去哪儿了？你爹喝醉了，他带你爹赴宴去了。又是赴宴，不是六部都吃过了吗？六部吃完了，还有酒肆呢。哎呀，娘，你快派人把大哥给找回来，要不然李家就完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他把三路大军秘密调回京城来了。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千真万确。那，你快去备车。树德，树德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！刘先生，你到底流了多少血啊？只要能救了李家，流再多的血也值得。老刘啊，你离开李家的时候不是说再也不管李家的事情了吗？怎么今天为李家流了那么多血啊？啊？你伤得不轻啊！我这个人啊，就是贱。李渊还有那个李建成，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！这么说，李世民就是那根铁杵了？也不知道这根铁杵能不能磨成绣花针呢？水粉，水粉呢？水开了没有啊？水还没开呢。还没开啊？这么慢？我来，我来。嘿，开了，还是我厉害吧？你赶快准备一下，沏壶茶送到书房去啊。胭脂啊，我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下。哎，别傻了，今天这壶茶非得你送到书房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表哥来了，李世民。你看你呀，刚刚还无精打采的，现在两眼发光了。赶快泡茶，茶叶、茶壶。哎呀，在这儿呢，别慌。哎，等等，你茶叶都没放呢，冲什么水啊？哦，对了，茶叶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，大小姐。
李夫人亲自出马，魏征感动万分呐。表姨妈也来了。刘先生，我带李家来给您赔个不是。刘先生受委屈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有夫人这句话，文静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啊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来是想来听听二位的意见。二公子有何高见呢？我连低见都没有，哪来的高见啊？哎，我有高见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刘先生，请讲。唉，他还能有什么高见呢？无非就是让李家军挥军攻打东都嘛。不错，这正是上上之策。攻打东都？对，三路大军远在天边，就算想回来，恐怕也要花些时日。李家军距东都已经不远了，只要国公一声令下，东都的守卫军是绝挡不住的。好计啊！绝妙的好计哦！怎么了？此计难道行不通吗？哎，可行，当然可行了。可行就可以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。李家军攻打东都，东都的守军势必要负隅顽抗。你怕什么？李家军势如破竹，他们就算想抵抗，也绝挡不住。哼，挡不住，到时候玉石俱焚，东都的老百姓怎么办啊？你就不管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得了这么多吗？夺江山要紧。世民，你说呢？娘，我觉得这仗不能打，打仗要死伤好多人的。二公子，为了夺取江山，也只能牺牲他们了。李家不能这么做。魏先生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听说公主逃出宫了。什么？公主逃出宫了？啊，龙儿晕倒之前是这样跟我说的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很少出宫。我想，照估计她不可能浪迹天涯，应该还在东都啊。魏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找公主？世民，魏先生说的不错，你赶快调派人马，满城寻找公主，务必把公主找回来。娘，这是什么招数啊？都火烧屁股了，还寻找公主？要急着帮大哥完婚啊？不，抓到公主，立刻把她押到太原作为人质。魏先生，这可是一步险棋呀，弄得不好，全盘皆输啊！如果不赌的话，连赢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们想抓公主当人质？妙，真是妙计。妙什么妙？简直是烂透了。公主是皇上的心肝宝贝，只要公主落在我们手里，皇上是不敢轻举妄动的。别说是3路大军，就是30路大军也没有用。如此一来，兵不血刃，我们可以不伤及任何一条无辜性命，就可以化解这一场干戈。老魏啊，平时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想到这一次你还真有点鬼主意啊。世民，你对2位先生的主意有什么看法？我是没什么看法，倒是公主怎么办？我觉得她太可怜了。二公子，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。魏先生啊，二公子放心，我们只是扣为人质，不会伤害她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本事自己去拼嘛，怎么拿个姑娘当筹码呢？这样太不光明磊落了。二公子，3路大军一到，李家必亡，难道你就置全家的性命于不顾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公主她为什么要逃婚？就是因为她不想嫁给我大哥，她不想跟西施貂蝉一样，成为一个政治斗争的筹码。像这样有志节的公主，我真的是很佩服她。你佩服她？他爹要杀你全家，难道二公子就不着急吗？如果我不着急，我就不会来向2位先生求救了。但是我要一个两全之计，既可以帮李家解困，又不要伤到任何无辜的人，尤其是女人。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啊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还不知道夫人是什么意见？我能有什么意见？不过，
我可以把2位先生的意思转告给国公和建成，看看他们有什么主意。出来这么久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哦啊，2位先生请留步。好，走。大卫，你觉得国公夫人怎么样？冷静、明智、聪明果断。李渊要得天下，恐怕还得靠这位夫人。好一个人才济济的李家呀，就算是金国也不让须眉啊！光有人才有什么用？你看那个李世民，做起事来拖泥带水，我都快被他气死了。其实，能够在生死关头还能够以人为上，还是不简单的呀。简单的很啊，2个字：相怨。相怨。走，吃饭去。世民啊，我觉得魏先生的办法确实是条妙计呀。我觉得很不好。如果自己的姐妹被人绑架了，我肯定心里不舒服。可是我们李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呀。哎，娘，你先进去吧，我去想办法。哎，你上哪去啊？我去找大哥。娘，你进去的时候顺便看一下龙儿姑娘啊。这孩子。追击弟兄，铁口直断，追击弟兄。哎，下士，你帮我算一下，魏征他说的话可以信吗？魏征，赛诸葛魏征啊，不用算了，他的话一定要听，他可是咱们这行的佼佼者呀。谢谢啊。哎，水粉，你来街上买东西啊？相是很灵的，你该按照他的话去做。算了吧，拿公主当人质，这种手段太卑鄙。或许我能帮你找到公主。找公主？不必了。那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，你干脆到我家来帮我照顾龙儿吧。哎呀，也许我知道公主在哪儿啊。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公主向你买过糖葫芦吗？那她还自我介绍说她是逃出宫的公主。哎呀，李世民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公主在哪儿。好了，水粉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还要找我大哥呢啊！我就是公主，我就是若曦公主，我没有别。哎，老兄，马借一下啊！咦，水粉，你听好，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水粉公主。李世民。无忌啊，皇上，拿去看看吧。你跟龙儿约会了好几次，早就有人告诉给朕了，可朕还不相信呢。我，哼，这上面画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，皇上，这龙儿她自幼喜爱丹青，她打听到微臣也喜欢此道之后啊，经常会画几幅画，让微臣给她提点意见。皇上，微臣该死，微臣不守礼制，私下和宫中婢女来往，臣罪该万死。可是无忌愿用自己的性命担保。
我和龙儿姑娘之间绝无半点不清不楚之事，请皇上明察。起来吧。是。其实这满朝文武，每一个大臣的身边都有朕的人。每一个大臣交了什么友，行了多少贿啊，纳了多少妾，朕都一清二楚。可是，一查到你长孙无忌的时候，他们就只有一句话：家徒四壁，关门读书，不与任何人来往。谢皇上。可是朕也想做个好皇帝呀。这好皇帝也需要忠臣良将的辅佐呀。皇上，微臣正是尽心竭力为皇上分忧，所以微臣才向龙儿打探消息。可是微臣的目的他只有一个，我就是想知道宇文化及他又向皇上进了什么谗言。好了，其实这个宇文化及呀，对朕也是忠心耿耿。皇上，这宇文化及的狼子野心，他就是想毁掉皇上的万里江山。你说什么？您想啊，宇文化及煽动皇上调回3路大军，他就是要皇上自毁长城。什么意思？皇上，难道您就没有想到，李家军团也是朝廷的支柱之一？皇上现在要消灭李家军，皇上这不是开始他自毁长城吗？这李渊呐，才是朕的心腹大患。皇上，难道就因为李渊打败了瓦岗军吗？不仅如此，皇上，李渊和皇上可是亲戚啊。这李建成马上就要和公主成亲，杨李两家本来是亲上加亲，请问皇上，是自己的亲戚可靠，还是一个外姓的宇文化及可靠？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现在公主不见了，你让我怎么向你家交代？皇上，这公主她是一时赌气出宫，散散心，等她气消了以后，她马上就会回来。而且李渊，他是个明理之人，他必定能理解皇上的苦衷啊。更何况，皇上，这本来就是一场家务事嘛。家务事？哎，皇上，这家务事可以用言语来解决。皇上，您何必大动干戈呢？3路大军万万不能调回啊！可君无戏言啊！皇上，3路大军不回，天下太平；3路大军一回，战火必燃，这非我大隋之福啊！皇上，臣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3路大军万万不能调回啊！好了，朕知道了。让朕再想想。来喝！好酒啊！来，满上啊！给我满上！吃根香蕉。来，诸位，来，请。好，舞也跳得好，好。我们去跳舞啊！来，跳舞，买上，来，大家喝，干！大哥，二弟，停！大哥，二弟，你别喝了，快跟我回去。二弟陪大哥喝一杯，喝。哎，大哥，我的酒，别犯我！怎么了？这是滚开！大哥，跟我回去。不回去，我要喝酒。放我
我下来！知不知道，皇上把3路大军调回来要对付我们李家军？放我下！你怎么还有心思喝酒呢？我要下来！我要下来！大哥，我不管你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吧，我去想办法了。宇文化及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皇上不是要草拟圣旨吗？微臣正在研墨伺候。你怎么知道朕要下圣旨啊？皇上在御花园和长孙无忌聊天，这个长孙无忌一定会煽动皇上不要撤回3路大军，而皇上也一定会听他的话，因此这个旨一定要下。宇文大人呐，朕以为长孙无忌说的也很有道理呀。长孙无忌说的道理，那就是李渊说的道理呀。什么？皇上调回3路大军的消息，李渊已经知道了。不可能，朕已经传旨，宫中所有人不得擅自出入，李渊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可是龙儿已经私逃出宫。龙儿，哼，这个贱人竟敢出卖朕！朕抓住他，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皇上，微臣已经派了大批御林军追捕，可是发现他被李世民救走了。什么？这就说明龙儿是受长孙无忌指使，他已经逃到李家去通风报信了。这李家大军就在城外，李渊如果一旦知道了，他会直指东都啊！这个长孙无忌竟敢跟朕来这一招！宇文爱卿啊，你以为此事如何处置才好啊？皇上请放心，李家军团住在城外，而李渊父子却在城内。只要李渊父子出不了城，他就指挥不了李家军团。宇文爱卿言之有理啊！传御林军要将国公府团团围住，3路大军一到，这李渊就成了瓮中之鳖了。那么，以爱卿之见，这个长孙无忌应该如何处置啊？事实证明，这个长孙无忌是李渊派在皇上身边的奸细呀，是他阻止皇上撤回3路大军的，居心叵测，此人极为阴险的。宇文爱卿，你替朕将长孙无忌押入天牢。臣遵旨。龙儿，你醒了。公主，龙儿，你别起来，身上还有伤呢。龙儿，叩见公主。公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父皇和母后他们都还好吗？皇上和娘娘很想念公主，寝食难安。公主，你快回去吧，外面太危险了。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公主失踪，娘娘已经哭了好几天了。公主，你就别那么任性了。谁叫他们逼我嫁给李建成啊？除非他们收回成命，否则我不回去。公主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唐国公李渊的家，而且我还知道这是李世民的房间，他还让你睡他的床上。公主，你也认识李世民？对啊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来这干嘛？公主逃婚，皇上无法向李家交代，
秘密调动3路大军来消除李家。所以你来李家通风报信。龙儿该死，龙儿对不起皇上。李家与你素昧平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龙儿不知道。不知道？私逃出宫，泄露机密，这些都是五马分尸的死罪，难道你会不知道？龙儿是为了李世民。李世民？我想他应该可以化解这场干戈。要不是李世民，刘文清和魏征又该兴风作浪了。公主，你是怎么认识李世民的？他跟我买过糖葫芦啊。他很可爱，不像纨绔子弟。龙儿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说出来吓你一大跳。什么事啊？我要和李世民私奔。私奔？嘘，小声点儿，可别让人家听见了。你跟公子，你们，他就是我要嫁的男呀。可是你们才刚认识啊。我们是刚认识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一辈子了，而且上辈子就是夫妻。虽然说他长得不是最英俊，可是我只要一碰到他的眼神，全身就好像被融化了一样。天哪，想不到公主也爱上了李世民。龙儿，你见到李世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呀，现在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情感，不过你以后会懂的。龙儿，回宫以后就跟我父皇和母后说，就说我和李世民浪迹天涯去了。你告诉他们我很开心，也很幸福，让他们别替我担心。公主，你不能够嫁给李世民的。为什么？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公主岂能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呢？这跟百姓有什么关系啊？公主逃婚，皇上无法向李家交代，只好调动3路大军来灭李家。战争一开始，可怜的可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啊。可是我回宫去，父皇就会逼我嫁给李建成的。公主身系天下，岂能这么自私呢？我不管，我只要嫁给我自己心爱的男人，其他的事情我管不了。公主，龙儿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心爱的男人？我有。好，那么今天你爹和你娘要你嫁给另外一个男人，你同意吗？那是一生的荣华富贵，一生的痛苦，你会乖乖的做一个孝顺女吗？你会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的男人，看着他和别的女人一起白头到老吗？我不愿意。我也一样。可是李世民，他爱我，他跟我许过愿的。当我还是卖糖葫芦的时候，他就许过愿，他是真诚的。公主，我也爱上了一个男人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不会放弃他的。这就对了。如果哪个女人跟你争啊，你跟她争到底。争到底？嗯。公主，我一定会争到底。包围国公府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哎呀，老魏，我们来迟一步了。皇上先下手为强了。李建成去酒肆赴宴，还没回来。要不这样，老刘啊，我们分头去找李建成。好。先生，我跟你去找大公子吧。胭脂，你留在这里。要是李建成回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千万别进府。我知道，就像乌龟入瓮，爬不出来。告诉李建成，让他火速出城，指挥李家军即刻攻城。我知道了，先生你小心一点。你不用担心我。阿妹啊，什么人在外头这么吵啊？哎呀，你醒了，御林军啊，已经把咱们家给包围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建成呢？还没回来呢。那就好，只要他还在外头，
只要他一得到消息，就会立即想办法出城。咱们还有救。如今也只有这么想了。希望市民能够赶快找到他。市民也不在家。嗯，太好了，他们都不在。上苍啊，保佑咱们李家香火不断呐！哎，停！大公子，大公子啊！谁呀？哦，胭脂姑娘啊！哎，魏征呢？哎呀，大公子，皇上派御林军把你家给包围了。哦。哎呦，又是御林军呐！你看皇上对我有多好啊！派这么多人来保护我，多壮观呐！哎呀，大公子，魏先生说了，让你赶快出城。出城？传错了吧？应该回府才是。哎，不行，他说你千万不能回去的。为什么不能回去啊？啊，我堂堂的驸马爷，不回去还能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喝多了吧，胭脂？大公子，是你喝多了吧？人家魏先生特别讲了，让你赶快出城，调兵回来救李家。哎，那个臭穷酸，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嘛！啊，他的话你千万别信啊，听过了就算了。大公子啊，魏先生的话一定要听的。行了，不跟你胡扯了，我得走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到时候来喝我的喜酒啊，一定要来。走了。大公子，走。哎，大公子，大公子。是大公子回来了。哟，不错呀，宇文成都，皇上派你来给我站岗来了啊？是啊，驸马爷，快请入府吧。好，到时候一定好好犒赏你。就差李世民一个人了。启禀皇上，李世民献礼。盒子里是什么呀？奴才不知，李世民说只有皇上才能打开。皇上，要不把它给退喽？区一个礼物，朕都不敢收。那李世民一定会笑话朕。打开。是。这是一只旧的球吗？李世民居然进献旧物，分明是在嘲弄皇上，罪该万死。这是打败你的那一球。李世民在哪儿？我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来踢这场球的。不过这场球不能白踢，你拿什么做赌注？3路大军。哈，好大的赌注啊！如果市民赢了皇上，请皇上调回3路大军。如果你输了，
拿什么给朕呢？1颗人头。好重的赌注。接球吧。李世民，你输了，把人头拿来吧。世民赌的这颗人头，不是自己的人头。哦，那是谁的人头啊？皇上的人头。放肆！竟敢戏弄朕！世民不敢，但世民想问皇上一句话：当3路大军夹击东都，消灭李家军之后，谁能治得了他们？这3路大军如果汇合一处，那就天下无敌。那也就是说，连皇上也治不了他们喽？哼，朕乃一国之君，这3路大军自然由朕管辖。那万一他们不服皇上的管辖呢？不可能。辽东大军是由樊於期率领的，他和宇文化及是儿女亲家。江南大军是由韩和山率领，他和宇文化及是拜把兄弟。淮南的兵马则是由金华志率领的，他是宇文化及一手提拔起来的。皇上不放心李家军，难道就放心宇文家军吗？这3路大军本来分驻偏远之地，力量分散，而中原有李家军坐镇，彼此牵制，以达到一种平衡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破坏这平衡，您这样的做法明智吗？宇文化及千方百计把3路大军带到京城来，他安什么心？皇上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哼，这个宇文化及对朕是忠心耿耿。我们李家军出生入死，打败瓦岗，解救东都之危，这才叫忠心耿耿。皇上，你和我爹本来就是表兄弟，而我大哥即将要娶公主，我们杨李2家就会是一家人了。你宁愿相信一个外姓的奸贼，也不相信自家人，这不叫人心寒吗？我们李家军不怕死，没那么容易消灭。但皇上有没有想过，如果3路大军造反，谁来帮皇上？到时候皇上的人头保得住？你给我住口！我世民的人头在这里，如果皇上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就拿走。皇上，当机立断呐！传朕旨意，3路大军原地不动，违令者杀无赦。皇上派3个密探连夜出城，不知是为了何事。能有什么事？准是又改变主意，不让3路大军来东都了。皇上又改变主意了？哼，咱们这个皇上啊，
疑心病太重了，今儿怀疑这个，明儿怀疑那个，哪里有一点帝王的威严？大人，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3个人谁也到不了目的地。哦，原来大人早有防备。满朝文武，哼哼，没有谁比我更了解皇上的了。这，啊，袁承多，我的好朋友，你那么好，那么晚还帮我站岗，谢谢你了。李二公子，请吧。好。啊，我忘了，有一封信要给你。手谕？看清楚了，手谕。那皇上呢，就是叫你们滚回去，滚回去。停！长孙大人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招了吧，免受这皮肉之苦啊。苍天可见，我长孙无忌对皇上是赤胆忠心，我没什么可招的。好一个赤胆忠心呢！你勾结皇上身边的宫女，替李渊搜集情报，意图对皇上不轨，你还好意思说你赤胆忠心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如果我真为皇上做了什么，那也是为了大隋朝的万代江山。倒是你，仗着你老子的势力，贪赃枉法，横行霸道，本当处斩。都是因为皇上，都是因为皇上心太软，只是撤去了你的官职，贬你为奴。没想到，你这种奸小人，一旦得势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住口！今天我不杀了你，誓不为人。住手！皇上，长孙无忌，无地放矢，污蔑微臣，请皇上替臣做主啊！把他给放了。放了他？哼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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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人！赶快放人！是。这个长孙无忌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？这小子嘴硬得很，什么也不肯说。不过微臣有把握，迟早他会说真话的。算了，他的脾气，朕非常了解。你就是把他打死，也不会套出什么话。既然在他那问不出什么，那是不是在龙儿身上下手？关于这个龙儿，我问过皇后娘娘，她从小是被一个人贩子卖过来的。皇后娘娘见她聪明伶俐，干起活来也非常利索，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。如果被我查出什么，我饶不了她。你们就下去吧。是。
姓杨的当年之辱，我要你加倍偿还的。阿妹啊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李家能成大事的是建成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次世民却立了奇功啊！啊，我看他八成是急疯了。对，以他那个个性，怎么肯输给皇上呢？哎，这个孩子，我看世民啊，以后肯定比建成还会有出息。那也不见得，不过肯定比他爹强。一看见酒，就不要命。好，阿妹啊，你也不用再骂了，我戒，行不行？我戒酒，我从明天不，我从今天开始我戒了。你啊？你别，我真的戒了。啊，我要是再沾一滴酒啊！我就是小狗子。堂堂国公，说话像个小孩子。我马上传我的令啊！我戒酒，建成也要戒酒，李府上下他都得给我戒酒。谁要是再敢破这个戒酒令，我就立马把他赶出李府去。哦，那太尉啊、司空大人啊、司徒大人他们摆宴，你去还是不去啊？哼，不去。谁请都不去，通通都不去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这回啊，多亏了龙儿通风报信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李家就完蛋了。他的伤怎么样了？秦大夫看过了，只是皮肉之伤，没什么大碍，歇息2天就好了。我去看看他。哎，你现在该看的不是他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世民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菩萨保佑，一定要保佑我跟世民终成眷属。菩萨保佑，一定要保佑我跟世民终成眷属。龙儿，你不能跟我说一样的呀。哦，龙儿，龙儿，公主回来了。不需要。哎，水粉，世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，是你让我来照顾龙儿的呀。啊，你看我这记性怎么给忘了呢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停止调动3路大军了。真的？这么说，3路大军不来，李家军也不会动啊？对啊，这样仗打不起来，东都的百姓就有救了。是你劝皇上这么做的？太好了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。姑娘，我看天色已晚，你先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去哪儿？这就是他家呀。说什么？这是我的家。二公子，走，我带你去见我爹娘。国公可能已经睡了。我爹没那么早睡的，走吧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大公子。
我有点怕我爹。你是怕你爹不准你娶一个卖糖葫芦的？可以这么说，他有点爱面子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哎，别走！你都说你爹不准你娶我了，你还拉我干什么？我不管他答不答应，我都要定你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李世民向天上的明月发誓，这辈子只娶你水粉为妻。如有违背誓言，天地不容。你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那你是答应嫁给我了？嗯。哎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跟他们说一声。父皇，我终于找到我想嫁的男人了。爹娘，你们睡了吗？还没呢，进来吧。好。娘，爹呢？去魏征那儿了，坐。啊。你爹刚才还在夸你呢，这每次打球啊，你就跟不要命似的，这回啊，竟然敢输给皇上，哼，可不容易呀。哎呀，给逼急了吗？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又胡说！这么晚了，来找你爹干嘛呀？我想跟爹谈我的终身大事。啊？不可能，龙儿，一定是看错了。大公子，我待在宫里10年了，我几乎是跟公主一块长大的，怎么可能看错呢？水粉是公主，可这怎么可能呢？现在二公子去找国公了，他说一定要娶公主。可是公主是我的，公主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抢走她。所以我才来找你啊！快想想办法吧。龙儿，公主的身份，你谁都不能告诉，尤其是世民，你不能让他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真想不到，二公子一个人居然能说服皇上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绝招。哼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哪有什么绝招啊？太好了，三路大军不回来，这是老天给李家的一个机会。国公，事不宜迟，马上派兵打下东都。什么？还要打？国公不要忘了，皇上调回三路大军，就是想吃掉你们李家。可是皇上还是撤了军呢，说明皇上还是仁慈的。怎么，国公还想着结亲家的事吗？这可是皇上的计谋啊！魏先生，你有何高见啊？老魏，国公正等着你呢，你别装深沉了。你不了解国公，如果要打，国公今天也不会到这儿来找咱们了。魏先生所言甚是，李渊不能做不忠的人呐。此乃愚忠也。魏先生，我想听听你的高见。国公尽忠令人敬佩，不过国公还是忘了一件事情。忘了什么事情？李家军在城外，就好比在皇上的背上扎了一根芒刺。这可是皇上最大的心病。李家军住在城外，虎视眈眈，皇上当然不放心了。这个时候别人来挑拨一下的话，皇上很容易被击中要害。哎，这是李渊太大意了。李渊根本就没有为皇上着想啊！怎么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国公难道还要替皇上着想？国公啊，赶紧带着李家军回太原去吧。李渊也有此意，可是归师无名啊。公主要下嫁李家，
到时候自然要住到太原去。你们可以趁此名义回太原准备婚礼吗？啊？多谢先生指点迷津。国公，魏征此计根本不通。国公以为回到太原就能躲过皇上的毒手了吗？老魏，你说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哈，国公功高震主，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，皇上也是不会饶过你的，除非国公把军队给解散了。既是如此，你还劝国公回太原，这不是回去等死吗？我劝李将军赶紧回太原，是因为我判断三路大军马上就要过来了。不会，皇上已经下了密令，叫他们原地不动了。哼，我要是宇文化及，就一定派杀手在半道上杀了3个信使。这不可能。可谓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宇文化及可比国公您更想当皇上啊！所以啊，国公躲得了初1，躲不过初2。你不动手，等3路大军一回来，他们照样会动手。国公，听我的，明天就打。不，魏先生都说了，要撤兵太原。魏征他根本就是想做你们2家的大媒，巴结皇上。老刘啊，那依你的说法，国公明天就要打东都了？打下东都，杀了杨广，国公就是皇上。国公杀了皇上，就是大隋的叛徒。宇文化及的3路大军一到，就会替皇上报仇，成为铲除大隋叛徒的一个正义之师。怕什么？他们爱怎么讲是他们的事，只要国公当了皇上就好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如果国公把军队撤回太原的话，那么宇文化及就会趁着3路大军一到的时候杀了杨广，自立为帝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宇文化及就是大隋的叛徒，国公一呼百应，起兵讨伐宇文化及，就是替皇上报仇，替大隋讨伐叛徒。天下的英雄就会群起跟着国公。我想国公其中的差别，您自己琢磨一下吧。魏先生所言，深得李渊的心啊。国公，我这就去进宫见皇上，告辞了。国公。你说什么？你把一个姑娘带到家里来了？胡闹！这简直就是胡闹！娘，水粉她是个好姑娘啊。婚姻大事一向都是由父母做主，由得你私定终身。娘，我跟水粉真心相爱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不要再说了，你爹和我都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。就因为他是个卖糖葫芦的，你们就瞧不起他吗？没错，以你爹在朝廷的声望和地位，最起码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吧。娶个来历不明的姑娘，岂不叫别人看我们李家的笑话？但这也太现实了吧。这不叫现实，这叫识时务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他叫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他家住在哪里？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我只知道他叫水粉。你呀，被这个姑娘迷昏了头了。哎呀，最近家里的事情特别多，别再给你爹添麻烦了。回房睡觉去吧。娘，不管你和爹答不答应，水粉我是娶定了。你敢？娘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立刻叫他离开，否则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。跟我来。姑娘，
刚才我娘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你真的想害世民，成个不孝子吗？总有一天，你爹和你娘会明白的。哼，明白？明白什么呀？难道姑娘真的以为我娘拒绝你是因为嫌贫爱富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李家绝对不是姑娘所想象的那种人。国公和夫人想替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，这我能理解。唉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跟你说实话。上一次大公子跟我说的那些肺腑之言，可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实在的真话。我告诉你，世民他已有婚约了。这不可能！李世民他跟我保证过要娶我为妻的。这件事情，世民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嗯。昨日，我爹在六部的宴会上替世民定了门亲事，女方呢就是太尉洪大人的千金小姐。你骗人！哎呀，在场的左右仆役都做了大媒，六部尚书的人都是见证人，不信你去问他们好了。如果姑娘执意要嫁给世民的话，还有一条路可行。哪条路？做世民的小妾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姑娘，如果你真的爱世民的话，你就应该成全世民，让他做个孝子。我们李家绝对不是背信弃义的人，只要世民成了婚，我可以保证，你一定可以过门。不，我不要他娶别的女人。哼，姑娘口口声声的说爱世民，可事到临头呢，你怎么不替世民想想？姑娘的爱是真的吗？我去找姨妈。找谁都没用。世民的婚约已定，这已是不能更改的事实了。除非姑娘想让我爹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卑鄙小人。好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替你备车，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大公子，刚才你说二公子已经定了门亲事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了。不是真的，谢天谢地。哎，他订不订婚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担心大公子编了这么大个谎，难道你就不怕公主查出来吗？哎呀，公主只能回到宫中，才能知道这是个谎言。可是她回去了之后，皇上能够再放她出来吗？那公主就嫁不成二公子了？嗯，我才是当朝的驸马，公主只能嫁给驸马。水粉，水粉！大哥，龙儿，你们看到水粉了吗？水粉啊，他回房歇息了，我要不要帮你叫他？哦，不用了，龙儿，你帮我跟水粉说一声，我去找我爹，等一下找他。哦。驾！哎呀，你别敲！表哥是你啊？你来找水粉吗？他不见了，我到处都找不到他。水粉在我家呢。在你家？啊。啊，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他被别人拐跑了呢。哎，我爹有没有在你家？国公大人啊，他走了。走了？那一路上我没看到他。他说什么去找皇上了？哎！这个
个冒失鬼，连个戏子都不会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瓦岗英雄在此，李渊拿命来！快走！走啊！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你受伤了？啊，一点小伤。世明啊，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些瓦岗草寇实在是太猖狂了。爹，咱们回家去吧。不，我要马上进宫去面圣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咱们要立刻撤回太原。撤军？对。这件事情片刻都耽误不得，我要立即进宫去见皇上。爹，我送您去吧。不，你马上通知地方官，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。爹，其实有件事我想跟您说。什么事儿？我有一点私事。既然是私事，等我回家以后再说吧。爹，下去。继续。是。爹，好消息啊！3个密使都被干掉了。爹，您听到没有啊？3个密使都被干掉了。你呀，就是缺少点文人的儒雅之气。爹，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有心思听琴呢？什么时候了？3个密使都被干掉了，3路大军很快就进入东都，到那个时候，皇上就是您的了。有一个人在，我就当不了皇上。谁呀？李渊。嗨，3路大军一到，我就先踏平李家军。李渊算哪根葱啊？轻敌是你的致命伤啊！我要是李渊，我就赶紧撤兵太原。他回太原，正好，还省得我费事儿了。我调回3路大军，就是为了吃掉李家军。如果李渊撤兵太原，我的大计就落空了。怕什么呀？少了个心腹大患，到时候3路大军一到，我们就拿下东都，逼皇上让位给你。你不懂啊，儿子。啊，现在最要紧的是，不能让李家军撤回太原。无忌，过来。我是真没想到，
这个李世民能说服皇上召回3路大军？哼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李家父子个个不容小觑。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可是我没想到这个浪子会有如此的智慧。怎么，你看中他了？李家家教严明，长幼有序，恐怕成大事的还是李建成。来来，动筷子啊！地方小，热菜热炒，这样吃才有味道吗？啊！嘿，先生果然是内行人啊！不错。哎，胭脂啊，你这道菜做的比天香楼还要地道啊！那当然喽，什么天香楼、地香楼，怎么跟我胭脂比呀？哎，老魏啊，你真是有福气呀！哎，想想你当年跟那个海棠吃的那叫什么东西啊？谁是海棠啊？他媳妇儿。你有媳妇儿？你们俩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啊，算起来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啊。这个海棠啊，人长得还不错，可是这个脾气啊太坏了。你老魏啊，还偏偏就喜欢他。哎，胭脂，下面的菜，下面菜没了，以后的菜也没了，就这么喝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胭脂，哎呀，我真不知道你们两个。老刘啊，老刘，你是性子急如牛啊！哎，我这就去跟他解释啊。你千万别去。老魏，我没想到胭脂，我以为她就是一个丫鬟，谁知道全错了。那这样，我等会儿啊，找她好好聊一聊，别再让她误会了。早点让她知道也好，早点让她知道，也早点让她死了这条心呐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胭脂这姑娘这么好，正是因为她好，我才不想耽误她。老魏。你现在是光棍一条，何不与他凑合凑合？什么叫凑合凑合？你我都是生于乱世之中，都是提着脑袋闯荡江湖的，好的升官升爵，坏的连性命都不保，又何必去牵连别人？有道理。论本事啊，我是不服你的。不过说起这点情操啊，我欣赏。来，干！水粉，水粉，二公子，水粉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哎，是不是回魏征家了？他回自己的家。自己的家？他家在哪儿？他没告诉我。哎呀，龙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他等我回来的吗？你怎么就让他走了呢？也许他已经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他不希望二公子为了他而耽搁了自己的事业。不行，水粉他不能走。二公子，水粉能够为了你而牺牲自己，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他而替他想吗？不行，我要找到他，我要当面问他个明白。哎，二公子，人海茫茫，你要去哪儿找他？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你不能去找他。如果不找他，我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夫人的话你忘了吗？二公子，你不能够让夫人伤心的。来，二公子，来坐下，我替你沏壶茶。你不明白，如果不找他问清楚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二公子，你听我说，他不是水粉，他其实是……大哥，世民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水粉。娘说的话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只要你今天踏出李家一步，你日后就不再是李家的人。
爹娘养你、生你、教你，如今你就这样回报爹娘吗？大哥，我只想找到水粉跟他说明白，我不想让他伤心。哼，水粉，为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野丫头，你竟然要生娘的心！你平日里口口声声的孝道，如今到哪儿去了？大哥，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就当今天的事没有发生过。怎么了？你聋了不是？大哥让你回去你就回去。我一定要去找水粉。你等我找到水粉，我自然会跟娘赔不是的。你给我站住！